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陈情令16年后再见蓝忘机，魏无羡笑了，一个小举动蕴含深意。陈情令是由郑伟文、陈嘉琳联合执导，肖战、王一博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。因演员的精彩演绎，因剧情的可推敲性，因服化道的用心，因正能量的价值观，让陈情令圈粉无数，口碑爆棚，成为经典。话说魏无羡在墨家庄被墨玄宇献舍，魏无羡帮墨玄宇除去2个仇人。在这过程中，遇到了被阴虎符浸染过的一品灵气的灵石。来墨家庄除祟的蓝氏子弟不能抵挡凶灵，多亏魏无羡暗中相助，才无人受伤。蓝忘机收到求救信号，飞身前来相助。魏无羡16年后再见蓝忘机，却立刻躲了起来，微笑着偷看他，嘲笑蓝忘机的穿着还是披麻戴孝。魏无羡躲避蓝忘机，这一个小举动却蕴含着深意。魏无羡不想见到蓝忘机吗？非也，从他的那一笑可知，他希望见到蓝忘机，他对蓝忘机并没有敌意。历经浩劫，魏无羡在人世间的牵挂已寥寥无几，能让他还有所记挂的，也就只有蓝忘机、江澄和聂怀桑3位了吧。魏无羡16年后回归人间，想见蓝忘机，为何又刻意避之？主要有3点原因，一起随之于宅来探讨一下吧。原因1，魏无羡对16年后的人间一无所知，这是重要原因。16年前，因对自己、对整个人间绝望，魏无羡纵身跃下悬崖。16年后，魏无羡被墨玄宇主动献舍，重返人间。魏无羡对16年后的人间变成了什么样，一无所知。人们还像以前那样，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加到夷陵老祖身上吗？还像以前一样，对夷陵老祖喊打喊杀吗？还像以前一样，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吗？还像以前一样，给他周围的人，他想保护的人带来伤害吗？如果是，那么他宁愿用墨玄宇的身份，活在人间，去保护那些想保护的人。那样的话，就不能让世人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以免给自己想保护的人带来伤害。原因2，魏无羡对蓝忘机的变化一无所知，这是关键原因。16年前，魏无羡虽说了解蓝忘机，却不能说十分了解。在不夜天悬崖，蓝忘机到底以怎样的心态拉住他？他到底信不信魏无羡？信不信魏无羡炼制阴虎符的目的，只想惩恶扬善？16年过去，蓝忘机穿着还同以前一样，都是披麻戴孝，容颜也同以前一样，秀色可餐。可是蓝忘机的内心变成了什么样子？他都有了雅号含光君了，其他的变化呢？虽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可是难以改变并不代表不能改变呀。蓝忘机还是以前的蓝忘机吗？蓝忘机再见魏无羡是什么态度？对夷陵老祖又是什么态度呢？一连串的问号在魏无羡心底浮起，理智战胜情感，终是停下向前相认的步伐。至少未弄明白状况前，不能让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原因3，回归谜团呆解，保护蓝忘机，这是根本原因。都不知自己死哪里去了的魏无羡，突然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墨玄宇找到并献舍。墨玄宇是怎样找到他的？又是怎样知道献舍这先有人知的秘术的？
除了莫玄羽的复仇，这背后是否还有其他诡计？有没有人在幕后操控这一切？到底真实目的何在？魏无羡一被陷者，就有人投放凶灵在莫家庄，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联系？有什么联系？是故意要他和蓝忘机相认吗？这些疑问，这些谜团，让魏无羡觉得自己隐藏身份，不让世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让自己处于半明半暗之间，借助莫玄羽的身份，或许更容易调查清幕后的一切，从而也可保护蓝忘机。这是想认而不敢认的根本原因。这些未知，这些疑问，这些谜团，让魏无羡举步不前，让魏无羡刻意避开了蓝忘机。这些三思而后行的举动，也表示着16年后再归来的魏无羡成长时尚了。有时候，我们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我们成长缓慢，很难看出变化。但突然一个变故，就会让我们的心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这个变化就是心理成长。16年前的魏无羡，想到就做，想到就说，为了心中正义，可将一切置之度外，包括自己的生死，亲朋好友的生死。16年后重返人世的魏无羡，心中依然有正义，不过这次他懂得了，实现正义的方式不止这一种。即使为了正义，也不能再横冲直撞不计后果，必须先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人，减少不必要的牺牲，才有资格去实现正义，实现正义才有意义有价值。陈情令中，魏无羡的成长是历经坎坷换取的。那个任性恣意的少年，那个无心机的少年，那个一笑起来整个世界都充满阳光的少年，终是走远。是的，我们都曾伤痕累累不堪一击，但我们终将百毒不侵刀枪不入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